你会腰酸背痛，甚至是身体这里痛那里痛吗？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你都怎么办呢？是去看医生，还是去按摩整腹放松一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如果身体酸痛不舒服，我们可以怎么办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在现代人的忙碌生活里面，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感到身体有些不舒服。比如说，很多人因为长时间久坐工作，会感到腰酸背痛啊、肩颈紧绷酸痛等等。也有些人呢，因为滑手机用滑鼠太久的关系，使得手开始酸痛不舒服。此外近年运动风气盛行，也让运动伤害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团队跟很多人一样，都超想要知道我们身体上面的这些状况，到底该找哪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来帮我评估跟处理呢？还有复健科诊所跟物理治疗所有什么样的差别？传统整复、国术馆真的有效吗？今天这一集我们咨询了几位专家之后，将会帮大家整理这些不同的领域跟专业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希望可以让大家有一些粗略的概念，知道可以去哪里找到适合的专业人士跟方法来解决身体不舒服的问题。那就让我们开始吧。当我们摔车不小心跌倒，或是感到身体哪里有点痛，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想要去看骨科或者是复健科来检查一下。那么这两个不同的科差在哪里呢？事实上主要的差异就是两者处理的问题面向不太一样。骨科医师主要的工作呢是处理跟骨头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包含了骨折啊、骨刺，还有关节的问题等等。那如果你的问题严重到需要开刀的话，通常就会要交由骨科医师来负责。而复健科医师呢，就是主要处理骨头以外的其他部分，包含了像是肌肉、肌腱啊、韧带等等的软组织以及神经的部分。那在诊断工具的部分如果要检查骨头，医师大部分呢都会让你照 X 光来确认；而如果是要检查肌肉、韧带的状况，则需要利用超音波来检查。那听到这里，有些人可能好奇，那些在复健科或是骨科诊所里面总是出现的物理治疗师，他们又是负责什么呢？物理治疗师主要出没的地方大概有复健科或是骨科的诊所，还有物理治疗所这两大类。以大家最常见到的地方来说呢，就是在复健科诊所。物理治疗师跟复健科医师、骨科医师的角色定位有点不太一样。复健科还有骨科医师主要处理的是结构面的问题，确认有没有骨折或是脱臼的状况。概念上呢，就是负责处理修补破损的部分，例如修复肌肉、骨骼的破损等等。而物理治疗师呢，则是专注在功能面的问题，概念上呢算是训练的角色，负责教导还有帮助病患重新训练恢复功能。举例来说呢，如果有一个人因为手痛去复健科诊所看诊，那首先就会是由医师来评估，这可能包含了进行影像的检查或者是理学检查，然后决定接下来的治疗方向，包含了由医师来进行手术校正，或者是接受注射治疗，又或者是交由物理治疗师去做电疗啊、热敷、治疗性超音波等等治疗。因此，在复健科诊所里面呢，物理治疗师的工作是配合医师，针对病患的需求提供适合的复健方案。不过近年来呢，有很多人发现自己平常接受的复健科治疗虽然会让身体比较舒服，但是却似乎没有办法完全的恢复到原本没有受伤或者是不舒服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一般大家常说复健科治疗好像效果不好，讲的大多是电疗啊、热敷、牵引这类的处置，还有医生要我们吃的止痛药和肌肉松弛剂，会觉得没有什么效果，是因为这些处置的目的就只是帮你舒缓症状而已，并不是吃了药它就会好，主要还是要看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办法经过舒缓之后，可以慢慢的自己恢复正常。那根据我们咨询的物理治疗师的观察，在临床上面呢，其实有近70%的人只要照着医师的建议吃药做物理治疗，半年左右病情就可以恢复。但是也有大约3到4%的人，就算是采用这些治疗方式，也没有办法缓解自己的病痛。这些人的问题比较难处理症状治疗可能就不够了。我们咨询的专家也提醒如果治疗过后2到3周病情没有什么样的改善，或者是停药之后问题又出现，甚至变得更糟，那就应该要再回去找医生讨论是否需要更进一步的治疗。话说回来可能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去看复健科效果不好，所以也有许多人会选择去自费的物理治疗所看诊。物理治疗所呢，通常都是物理治疗师出来开业，提供医疗服务的地方。
一般来说，物理治疗所提供的都是自费诊查评估服务。那因为是自费不用考虑健保的限制，所以他们可以提供更多不同的治疗方式，花更多的时间，更个人化的处理我们身体上面的问题。那进到物理治疗所，物理治疗师会先进行评估的流程，跟复健科医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物理治疗师的评估不会抽血，主要是靠观察病患的动作，也就是主动、被动的活动、抗阻力检查来确认身体的问题。那借由这些检查，物理治疗师可以了解病患是否有功能性的问题，或者是力量缺失。评估完成之后，他们才会进行治疗的环节。例如徒手治疗，就是用一些操作手法来降低肌肉和筋膜的张力。又或者是用运动治疗来教导病人做特定的动作训练，重建患者的肌肉功能等等。当身体有些不对劲的时候，除了去看西医之外，有很多人会想到去找传统整复师或者是国术馆的师傅，让他们动手瞧一瞧，希望他们能够舒缓不适，或者帮我们调整一下身体。但很多人会担心，这些师傅的技术可信吗？会不会让自己的身体问题变得更严重呢？事实上，传统整复或是国术馆的技术，像是推拿、刮痧、拔罐、整脊、整骨等等，跟物理治疗师的手法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虽然传统整复和国术馆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来自于中医伤科的知识体系，跟西医比较不一样，但是这些操作手法的目的则是和许多的徒手治疗的功能类似，都是要增加关节的活动度，解放肌肉和筋膜的压力，还有改善身体的姿势。因为以前传统整复、国术馆的技术跟知识呢，主要是靠师徒传承，大家可能会担心水准还有能力参差不齐，所以近几年呢，许多的传统整复或者是国术馆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极限，他们会先跟客人确认身体的状况，甚至请客人先去看医师，确认没有问题再来。那听了这么多，那我们究竟是遇到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应该要去找谁呢？这边我们帮大家整理了一些医师还有物理治疗师的建议。首先，我们先需要确认一下自己有没有受伤，比如说最近身体有没有撞到，可能是摔车或者是跌倒。如果有撞击，又有一点点刺痛感，那就会建议呢要尽快的去看骨科或者是复健科，透过 X 光确认骨头有没有问题。那如果最近没有受到撞击，也没有刺痛感，或许就可以考虑先去复健科，请医师进一步的检查各种软组织的状况。复健科也有许多的方法能够帮助你舒缓症状。不过，如果你觉得效果不明显，2到3周都没有明显改善的话，记得要再回去咨询医师，或者考虑呢去自费的物理治疗所做更进一步的治疗。那如果你的问题比较轻微，比如说只是肌肉紧绷或者是疲劳，那么传统整复、物理治疗、复健科都是可以的选择。不少物理治疗师或者是整复师傅都可以帮助你解决这类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问诊所或者治疗师这么多，我要怎么样找到适合我需求的呢？这就要介绍到今天这集的干爹 STR 运动预防平台了。STR 运动预防平台呢，是一个专门为有运动伤害、姿势不良等困扰的朋友设立的网站。这个网站汇整了许多专业的运动医疗相关资讯，包含了知识文章或者是课程资讯等等。最近他们还推出了新的诊疗所搜寻功能，这个功能可以让大家根据地点、服务类型、服务项目或者是关键字来搜寻，比如说用脊椎或者是椎间盘来搜寻，就可以找到擅长这个项目的专家。所以如果你也有身体的状况不要因为不知道要去哪里找适合的治疗师而延误了身体的状况。试试看使用 STR 运动预防平台的网站查询你会发现找到适合自己的医疗服务其实没有那么的困难。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实际上骨科医师复健科医师还有物理治疗师，他们的工作彼此之间并不像是互斥的，可能更像是光谱或是彩虹渐层的感觉，中间有很多重叠或模糊的地带。比方说，如果身体有明显的受伤，这就会是医师专责的范围，而不那么严重的，或是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点问题，还没有到生病，但又不能说是健康的时候，物理治疗师就可以帮上忙。但是这两种状态其实界限很模糊，所以医师跟物理治疗师会一起合作。同样的，从恢复期到完全健康，界限也不是很明显，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常看到物理治疗师会和健身教练合作的原因了。好的，那今天的最后想要来问问大家，当你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到去找的专业人士是谁呢？ A. 骨科医师， B. 复健科医师， C. 物理治疗师， D. 传统整复推拿。依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身体酸痛不舒服我该去找谁。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常常想跑医院是一种病吗的讨论，以及健康迷思大破解系列的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